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，为什么说掌中四指流，财富不用求。掌中四指指的什么？首先，在我们的手掌上，有些人有3条掌纹，而有些人则有4条掌纹。掌中四直流是指手掌中有4条直的纹路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掌纹，那么恭喜你，在未来无论是财气还是福气都不会少。掌纹其实就是人们所说的看手相。在古代，看手相是一门学问，对这门学问的研究，早在古代就已经开始。据史料记载，早在周朝时期就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手相著作。大约3000多年前，这些手相著作一路传承与发展。到了现代，手相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顶峰。古人将这种掌中有4条清晰纹路的纹称之为四直纹。这4条线分别被称之为智慧线、玉柱线、易学线和小贵线。它们发作业分别是那么，我们一起来听。1. 玉柱纹。古代人认为，人的命运就像用玉雕刻的柱子一样，其玉上面的纹路是捉摸不定的、随缘的。而且玉柱纹还被称为生命线，代表着这个人的社会生活状态。它的起点因人而异，并且此纹路看起来非常浅。玉柱纹的存在被古人视为命运的一部分，就像玉雕的柱子上那些细腻而难以捉摸的纹路，象征着生命中不可预知的变化和机遇。玉柱纹作为手相中的重要纹路之一，往往被看作是命运的象征。玉柱纹的起点，玉柱纹的起点因人而异，有些人从手掌根部开始，有些人则从手掌中央开始。这条纹路的起点和走向反映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和社会生活状态，生命线的象征。玉柱纹也被称为生命线，象征着一个人的生命力和生活状态。虽然它看起来非常浅，但其意义却深远。它不仅反映了一个人的健康状况，还能预示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、社会生活状态。玉柱纹的深浅和走向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社会生活状态。浅而清晰的玉柱纹预示着此人在社会生活中较为顺利，能够遇到贵人相助；而纹路模糊不清的，则可能预示着生活中的波折和挑战。古人通过观察玉柱纹，试图理解命运的起伏和变化，寻求生活的智慧和指引。虽然现代科学对手相学的看法有所不同，但这些古老的智慧依然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，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变化时，多了一份理解和从容。总的来说，玉柱纹不仅是手相学中的一个符号，更是古人对命运和生命的深刻理解和诠释。通过研究和观察玉柱纹，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自己的命运轨迹，找到生活中的平衡和和谐。2. 易学问。易学纹又称之为预感线，在古代被认为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手纹。拥有这条纹路的人通常具有较强的研究耐心和敏锐的预感能力，事业上能够获得贵人的帮助。研究耐心，古人认为拥有易学纹的人在研究方面有着出色的耐心和毅力，他们能够在学术和职业领域中持续努力，不轻易放弃，最终取得显著的成果。贵人相助，易学纹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事业上的贵人帮助。拥有这条纹路的人，通常在职业生涯中能够遇到愿意提供帮助和支持的贵人，这些贵人的支持能够使他们在事业上更快地获得成功，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。性格特点，拥有易学纹的人性格开朗、慷慨大方，他们往往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色，能够吸引并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。这样的性格使他们在社会中广受欢迎，朋友众多，人缘非常好。人缘，由于性格开朗且慷慨，拥有易学纹的人在社交场合中总是备受欢迎。他们善于与人相处，能够建立和维护广泛的人际网络。这些人缘关系不仅对他们的个人生活带来积极影响，
也对他们的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机会。总结来说，易学文不仅是个人预感和研究耐心的象征，更是事业成功和人际关系良好的标志。拥有这种手纹的人，通常性格开朗，人缘好，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中获得贵人的帮助，走向成功。3. 智慧纹。手相学中，智慧线起于坎宫，止于坤宫。坎宫的起点因人而异，古人认为智慧线能够体现一个人的运气。智慧线的起点和终点，起点坎宫，智慧线的起点并不是固定的，它的位置会因人而异。坎宫位于手掌的下方，接近手腕处。终点坤宫，智慧线的终点位于手掌的上方，接近小指的区域，即坤宫。智慧线的长度和深浅。长度，智慧线的长度在手相学中具有重要意义。智慧线越长，意味着这个人的智慧和判断力越强，运气也越好。相反，智慧线越短，则表示这个人的智慧和判断力相对较弱，运气可能较差。深浅，智慧线的深浅同样是运气的象征。智慧线越深，表示这个人的智慧和运气越好；智慧线较浅，代表此人的智慧和运气较差。智慧线的运气体现，智慧线长而深，这种手相的人通常具有很强的判断力和智慧，善于思考和分析，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中做出明智的决定。这类人通常运气较好，能够顺利地实现自己的目标。智慧线短而浅，这类手相的人可能在判断力和智慧方面稍显不足，容易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和挑战，运气相对较差，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外部帮助来克服困难。总结来说，智慧线在手相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，它能够反映一个人的智慧、判断力和运气。智慧线越长越深，表示这个人的智慧和运气越好；智慧线越短越浅，则表示这个人的智慧和运气较差。通过观察智慧线的特点，可以对一个人的运势和能力有一定的了解。4. 小桂纹，在手掌中的食指或者中指下方有一条小竖线，这条手纹被称为小桂纹。拥有这条手纹的人财运旺盛，适合从事经商或从政。虽然这种说法流传甚广，但凡事无绝对，即使拥有小桂纹，如果纹路较浅，也不一定能保证富贵之命。至于四指纹的说法，这其实是手相学中的一种概述。它之所以被认为是传说，是因为无法用科学手段论证，而且手相学中的描述并不绝对准确。民间流传的这种类似说法很多，其根本原因在于老祖宗对天命论的默认，同时又对美好未来生活充满希望和期盼。在实际生活中，无论是手掌上的3条纹还是4条纹，只要机会出现，一定要抓住，不要过于相信所谓的命中注定。即便是命中注定，我们未来的生活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行动和努力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。通过努力和拼搏，我们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。手相学提供了一种参考，但最终决定权在我们自己手中。因此，拥有小桂纹或4指纹并不一定意味着命运中的富贵。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能力，把握机会，努力奋斗，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梦想。无论命运如何，积极的态度和坚定的行动才是通往成功的真正途径。第2，案例分析，十分罕见的旺夫面相，嫁入豪门不在话下，晚年能享子孙福。第1个，掌面偏硬，纹路深重，典型的筋骨质人，做事有毅力有韧劲，好胜心强，但是有些事必躬亲偏劳碌。不过指节间见米糠树纹，凭借自身努力，小康不愁，衣食无忧。脑线和生命线粘贴长，本性偏保守谨慎，生命线在40岁之前，横纹干扰多，人生阻碍多，特别是感情线出现一个大倒纹，人生第1道关是情关。从影响线刺破事业线来看，情关来早，
25岁左右犯情伤，之后感情线干净清晰，感情顺畅。中年的2道横纹是事业观，事业线也见2道横纹，第2道关是事业观。35岁左右，职场受阻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事业遇瓶颈。好在太阳线清晰，有望贵人帮扶，渡过难关。生命线尾端分叉，加上小指外撇，晚年亦为子女忙碌。第2个纹路格局开阔，形成川长，川长人格局开阔，独立能力强，做事放得开手脚，加上事业线有形成一马平川之势，是利于事业的一款手相，实指巽宫财位饱满，正财旺。只是细看纹路，有些差强人意，事业线断断续续，虽然一马平川的格局，但是想要取得成就，要吃一番苦头。手相还是弱在了感情，感情线前期倒纹，后期锁链，情路不顺，偏缘干扰多，尤其是影响线刺破事业线，代表犯情伤，结合感情线的倒纹，说明25岁左右有过一段伤心的感情经历，事业线中期见倒纹。35岁左右生儿育女之后，职场受阻，高不成低不就，职场受排挤，加上川长人大开大合的直率个性，职场易犯小人。第4个，这对小酒窝很有亲和力，唇寒唇角扬，活泼开朗，心态积极阳光，运势也不差，唇红齿白，口福好，体质佳，一家贵夫享富贵，只是额稍窄，早运一般，面相越往后越富贵，是典型的先苦后甜的命局。早年艰辛，锻炼出自己独立和勤勉，眉显刚毅，为人有原则和底线，眉聚不散，贵人缘佳，眼带桃花，卧蚕丰盈，异性缘不错，加上五官端正秀丽，自带主角光环，贵人容易围绕在身边，加上颧骨饱满厚重，周围人助力多，鼻肉而直，鼻全得配，中年有夫运，也有财运，只是鼻头破，有些面子薄，易仗义疏财，口似含糖，奴仆饱满，和晚辈缘分深，下巴兜，晚年能享子孙福。第5个，手相有双生命线，生命力强，精力充沛，后面那条生命线起到弥补的作用，相对来讲也更清晰深刻，说明后运不错。从事业线也看出，事业线后期才深刻，和3大主线组合成了 M 字纹，是典型的先苦后甜的命局。小指下方水星丘饱满伴有钱财纹，似乎偏财不错，牌桌手气不错，但偏财不长久，不可沉迷。生命线初期见上升线，也叫希望纹，说明天资聪颖，加上脑线直长，聪明专注，务实进取，深耕自己擅长领域，能有些成绩。问题还是出现在感情，感情线见大倒纹，是犯情伤的符号，感情要到35岁往后才能稳定，人生起点不高，印堂见之干扰，爱纠结眼前得失，格局不够开阔，眉粗眉头带剑，个性稍显急躁，有眉压眼之势，遇事爱多想，心态不稳，眼白多眼神散，目的性强，神散睫毛翘，易被烂桃花侵扰，有时候急于求成，反被小人扰，山根窄，定力不强，颧骨平塌，贵人难在身边。好在鼻梁起，中年能起运，但中年运势起伏大，鼻头尖鼻翼紧收，能管家财，唇稍歪，易犯口舌是非，下巴稍短，晚年易操劳忙碌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